小伙在飞机上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他所乘坐的航班遇到了强大的高空乱流，导致机翼产生了剧烈的震荡。一种不好的预感立即充斥着杰克的内心。然而此时机舱里的乘客却个个笑容满面，殊不知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悄然逼近。就在这时，空少匆忙走到杰克面前，只是后排的乘客全都坐到前面去，因为遇到极端恶劣天气，安第斯山脉海拔也将近高达7000米，无法直接飞越高山的飞机只能选择绕道行。可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刚刚坐下的杰克宛如拥有第六感，就在系好自己的安全带后，飞机在2秒之内突然下坠了500米。正在维持次序的空少被狠狠地抛向空中，强大的乱流让飞机在高空不断地摆动。为了让飞机脱离这种危险的境地，机长却做了一个无比错误的决定。他们让飞机从10000米高空急速下降，以此来摆脱浓厚的云层。可当飞机刚刚穿越云层，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吓尿了。飞机在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山脉冲去。然而让人更崩溃的是，由于飞机型号过于老旧，纵使驾驶员如何努力，也依旧无法让飞机脱离失速的姿态。不知过了多久，飞机上仅存的幸存者才陆续醒来，而此时机舱内到处都是散落的飞机碎片，痛苦的哀嚎声不绝于耳。本来机上的45名乘客现在只剩下了20来名，然而暂时存活下来的人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将迎来无尽的痛苦与绝望。几名小伙子来到驾驶舱，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机长，他们想通过飞机的无线电向外部发出求救信号，可不巧电力系统在剧烈撞击中完全损坏。就在几人准备返回机舱时，敏锐的杰克发现机长好像这时要说什么，凑上去的杰克听到了一句别有深意的话。很快，寒冷的夜晚已经悄悄降临。为了抵挡零下40度的极寒，破裂的洞口被他们用行李箱完全堵死。然而面对这极度的低温，一切的努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些身受重伤的乘客始终没能挺过去，蜷缩在一起保温的人们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座坚硬尸山。存活下来的杰克明白，要想在这无际的雪上当中存活，他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于是幸存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一个自救计划。他们首先把舱内受伤的人都抬出来，然后把座椅全都搬出去来扩大舱内空间，接着把已经遇难的人也抬到舱外。可是把所有的食物收集起来，才发现还装满不了一个箱子。为了尽可能的节约食物，他们只能严格控制每人每天的食物量。为了能撑到救援队的到来，他们也只能利用身边可利用的一切材料来收集所需要的资源，甚至利用行李箱在雪地上做上一个大大的记号，以此来吸引救援队的注意。没想到就在这时，一架飞机果真出现在他们的不远处。所有人兴奋地朝着飞机方向挥舞着双臂，甚至拿出镜子反射阳光来引起飞机的注意。然而现实总是这么的捉弄人，飞机镜头都不回地从他们眼皮底下飞过，消失在云层之中。他们的处境再次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他们所剩的食物撑不过3天，并且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人体所消耗的能量是正常状态下的3倍。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杰克想到了一个唯一活命办法，那就是把飞机上的无线电修好，而且备用电池就在飞机的尾部。于是他们一行人利用手边的材料制作防护装备，随后就朝着山峰另一半的飞机残骸走去。当他们爬到半山腰时，所有人这才发现了一个真相：之所以飞机没有发现他们，是因为机身残骸与雪的颜色一致，并且由于阳光的反射，让高空的飞机更加注意不到。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引起了杰克的注意，不远处的山峰竟发生了雪崩。为了安全，他们只能原路返回。得知自身处境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他们已经吃完了所有的食物，现在只能吃鞋带、绳子，甚至是香烟。可这些根本无法缓解他们的饥饿。然而就在大家陷入深深的绝望时，尼克的一句话让所有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原来他口中食物竟是外面那些死去的乘客。所有的人都立刻沉默了。然而杰克却对这个建议强烈反对，他表示这与禽兽没什么两样。可其中一人马上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活命，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正在这时，另外一人的话让所有人都产生了共鸣。Si muero les doy permiso para alimentarse de mi cuerpo. Yo doy mi consentimiento también. Y yo el mío. Yo también les doy mi permiso. 很快，饥饿难耐的他们就开始切割着遇难的乘客。为了避免让其他人看到如此残忍的场面，他们也只能躲在隐蔽处处理。
任何的道德伦理在生死存亡抉择的面前都显得格外的苍白无力。而那些无法接受一切的一群人，依旧在饥寒交迫中祈祷着救援的到来。然而，经历过生理上的折磨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精神上更沉重的打击。他们在寻找物资的过程中，无意间在这行李箱中找到了一台收音机。他们满心欢喜地利用手边的工具，使它的接收信号范围成倍增加，以此来收听所有的搜救消息。可现实却再一次给他们送上了一次响亮的耳光。广播里说，安第斯空难搜救行动正式结束，在10天内出动了17架飞机，进行了66次的地毯式搜救，却一无所获。等到明年年初搜救行动再来启动，到时冰雪融化，将更容易发现残骸。这则消息让本来充满希望的众人再次陷入了绝望。纵使他们意志再怎么坚定，但面对饥饿与无尽的绝望，所有的道德伦理将显得无比的苍白无力。为了活命，他们只能把肉一块块地塞进嘴里。解决饥饿问题的众人此时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然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此时危机快速地向所有人逼近。突如其来的雪崩把所有的人全部掩埋，运气好埋得浅的可以从雪里爬出来，那些埋得深的却只能在雪里惨叫。为了避免受困的人窒息，脱困的人抓紧时间拼命营救。然而，当他们刚把所有人都拯救出来时，一个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巨大的雪崩向他们迎面扑来。好不容易脱困的众人再次被无情的冰雪给掩埋。为了不被憋死，他们利用根管子让外面的空气能够流入进来。可不幸的是，依旧有同伴没能挺过灾难。没办法逃出去的所有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被整整埋了4天。面对强大的饥饿感，他们只能再次食用那些不幸罹难的人们。可是杰克依旧不想向命运低头，他怀着强大信念，奋力地对厚厚的积雪进行挖掘，不管如何也要从这个地方出去。然而，杰克以腿被刺伤为代价，终于踢碎了前方的窗户。可就是这小小的伤口给杰克带来了致命危险，他不顾疼痛，拿着铁棍继续朝着上方挖去。经过不懈努力，杰克终于挖穿了积雪，所有的人都通过这个洞口再次回到了地面。然而他们不能就此停下，因为不知暴风雪何时还会再来，于是他们就继续开始挖掘被雪掩埋的飞机。可这时杰克受伤的脚也出现了严重的感染，而此时所有人都明白，要想活下去就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在活着的人中选出了4人，朝着阿根廷方向进发，希望能在沿路找到生的希望。然而厄运再次降临到杰克头上，脚部的严重感染让他再也支撑不下去，身体不受支配地滚了下去。此时杰克的脚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病变，为了不影响队伍的前进，杰克决定独自一人原路返回，剩下的3人继续朝着前方进发。没想到在他们翻越一座山后，竟奇迹般地发现飞机的后半截。他们疯狂地翻找着可以使用的物资，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找到了飞机上的备用电池，只要连接飞机上的无线电就能跟外界取得联系。可是电池体积过于笨重，他们只能返回机舱，拆掉机头上的无线电，再次返回到机尾处。当他们费尽心力成功连接好无线电后，却发现无线电并非是缺电导致无法工作，而是本身就已经被损坏。这几人冒着生命危险的来回奔波，最后终是落到一场空。他们的情绪在此时彻底崩溃了。然而一个更大的悲剧也降临在杰克身上，由于严重的感染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杰克的年纪最终定格在了25岁。他的去世让所有的幸存者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不知道厄运接下来会降临在谁的头上。为了活下去，3人带上足够的肉，便再次朝着智利的方向进发。因为智利在12月份所有的积雪都会融化，这将是所有人活下去的最后希望。他们白天向着计划目标前进，夜晚就在雪地里挖个坑钻进去睡觉。刺骨的寒冷席卷着他们的全身，此刻也只有痛苦的颤抖才能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活着。然而他们坚信眼前这座山的背后就是温暖的森林，因此说什么也要舍命爬到山顶。可就在登顶的那一刹那，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陷入了绝望，心中的绿洲并不存在，而是连绵不绝的无限雪山。此时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唯一的选择就是奋力一搏，继续朝着前方进发，搞不好能再次重拾生的希望。为了提高存活率，他们要一名同伴原路走回机舱，这样节省的食物可以让2人走得更远。于是他们艰难地向前方继续前进，连着翻过几座山峰后，果真来到了一处没有积雪的山谷。就在他们对着小溪开怀畅饮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欣喜若狂，一个骑马的人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疯狂的振臂齐呼，别提有多高兴了。紧接着对方丢来了一张纸条，他们立刻就把遭遇全都写到纸条上。接到消息的救援队立即就展开救援行动，大批的记者也闻讯赶来争相报道。在他们眼中，这2人如同英雄一般。而此时机舱的幸存者们也通过收音机听到了获救消息，他们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2个月来第一次进行了洗脸刷牙，但是看着面前的一堆骸骨，他们陷入了沉思。这29名同伴不仅是他们的亲人朋友，更是他们的再生父母。没过多久，救援队就来到现场，救下了剩下的16人。
这部电影完全还原了1972年的真实空难。对于他们活下来的方式，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假如换做你，你又将如何抉择呢？